皇上下旨要顾家嫡女做太子妃，所有人都认为嫁进东宫的人一定是我这太傅嫡女，没想到父亲将养女顾婉意记在母亲名中，让她成了嫡长女，入东宫为太子妃。婉意是养女，我不能嫁得比你好，旁人岂不是说我偏心？况且她本就身份低，若不趁着机会嫁进东宫，她的身份还如何能嫁高门？又是如此，为了她的清名和她嘴里的避嫌，我什么都要让着这个养女。从她进府，我院子让了，首饰让了，如今婚事也让了。不要紧，如今这父亲我也不要了，统统让给他。只是父亲知不知道，皇上选顾家嫡女做太子妃，看中的可从来不是顾家。父亲的意思是，我这个真正的顾家嫡女，要让一个养女顶替我嫡女的身份，嫁进东宫为太子妃。什么叫顶替你嫡女的身份？婉意如今记在你母亲名下，是顾家的嫡长女，进宫为太子妃，名正言顺。记在母亲名下。当年父亲领养顾婉意回府，想记在母亲名下。我的嫡女只有惊鸿一人，绝不会有第二个。当年没有成功，如今母亲刚去世1年，这笔账他就要翻篇了。惊鸿，你本是嫡女，从小金尊玉贵，不知婉意的苦楚。她是养女，若不能嫁得比你好，你让外人怎么看我们顾家？他们会说我这太傅沽名钓誉，领养孤女不过是面子，嫡女嫁太子，养女嫁嫡门，岂不是说我这个做父亲的偏心？况且她身份低微，这是绝好的机会，若不趁机嫁进东宫，日后她难嫁高门。又是避嫌。从顾婉意进顾家大门那一刻开始，父亲以避嫌为由，怕人说偏心，处处都要让顾婉意比我高一头。他的院子要府里最好的，所以我的院子被挪了出来给他。他的首饰要专门定制的，首饰铺来的首饰要让他先挑。父亲的关爱要先顾及他，父亲关爱我一分，都说要避嫌，怕人说他偏心亲生女儿，所以这些年对我冷漠至极，满心关爱只在顾婉意身上。我不止一次的怀疑，到底我和婉意谁才是他的亲生女儿？他次次偏心，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如今连皇上给顾家的荣耀，封嫡女为太子妃，他都要让我让出来。爹爹别生气，妹妹，我不嫁太子，这门婚事让给你，我不做太子妃，我自知身份低微，哪里配得上太子殿下？妹妹快别生气，我不配和你抢任何东西。顾家领养我已是大恩，我不敢再奢望什么。婉意知道不配。二小姐，我们大小姐素来小心卑微，什么都不敢和你争。如今这婚事是老爷做主的，你也要抢吗？上次因为老爷把你喜欢的珠钗送给大小姐，大小姐怕你生气，熬夜给你绣你喜欢的手帕，手指都冻红了也没有说一句抱怨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？你样样争强好胜，要比我们小姐好，她处处让着你，难道你就不能让她一次吗？求你了，二小姐，我们大小姐出身够苦了，你让她一次吧，奴婢求你了。你明知大小姐喜欢太子殿下，你为何一定要抢？而且太子喜欢温婉的才女，你只会舞刀弄剑，太子看都不看你一眼，你嫁进去太子也不会喜欢你的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鬟，帮他主子冲出来，便咬下我一块肉来。够了，惊鸿！没想到你平日里当着我的面对婉意极好，答应与她姐妹好好共处，背地里却如此行事。若不是丫女说出来，我都不知婉意受这么多委屈。我真是平日里太宠你了，才让你这样无法无天。爹爹别生气，妹妹还小，我做姐姐的让她没什么的。
只是妹妹平时不爱琴棋书画，只怕嫁进东宫惹了太子不愧，岂不是给太傅府丢脸？还是你懂事，知道深浅。如今我意已决，太子妃只能是婉意。明日要进宫谢恩，到时候婉意接旨，你休要闹事，否则休怪我不客气。这是我的亲生父亲，曾经那宠我如命，抱我在怀里教我骑马练字的父亲，如今眼里全是为养女谋划的志在必得。哼，既然如此，我成全他们便是。太子妃，她以为是皇上看中顾家而翁的顾家嫡女，真是可笑。皇上看中的是顾家嫡女身后的外祖家镇国将军江家，手执40万大军。太子若有他的呜呼，江山已稳。如今只看太子会不会想要这江山了。这是顾卿的嫡女，我记得怎么年纪好像还小些才是。婉意是府中嫡裔中嫡长女，向来少出来走动，与惊鸿姐妹情深。惊鸿说长幼有序，婚事应该先轮到姐姐才到她。哼，惊鸿，你父亲说的可是真的？嫡庶不分可是大罪，我们皇家可不是你们想嫁哪个女儿就嫁哪个女儿的。娘娘，妹妹不愿意说，只因妹妹前段时日上山进香时被歹人掳走，虽被救回，却衣衫不整，袖子都被歹人扯烂，让人看了身子。她名节有损，父亲怕嫁进东宫有辱太子，才说我是嫡长女，让我为太子妃，实在是慈父心肠，为了保全妹妹的名声罢了。此事除了顾家无人知晓，还请皇上和皇后娘娘不要让旁人知晓。我没想到他敢张口就胡说，什么被歹人掳走，什么被人看了身子，这情节明明是新出的画本子里的故事，他却编放在我身上，你胡说！无论怎么样，这世道女子清白很重要，我再不在乎，也不能让她如此污我名节。妹妹，你名节有损，太子妃需身家清白之人，你怎么能为了一个位分，要在皇后娘娘面前说谎？你就算失了清白，也是我们顾家的女儿，我们顾家的女儿，我们不会弃你于不顾，但是你却不能满口谎言。惊鸿因此事受了刺激，听不得旁人提此事，请皇后娘娘恕罪。好孩子，你和你父亲也是为了你妹妹考虑，很是妥当。放心，此事断不会传出去，毁了二小姐名声。皇后娘娘，臣女虽不配为太子妃，但是名节之事却不由别人胡说，我从未被掳走。母后，此事二臣可作证。惊鸿当时被掳走，还是婉意派人去求救，碰巧遇见我，是我派了侍卫将他救回。当时确实衣衫不整，袖子也被撕毁。惊鸿，女子名节事大，但是你也不该说谎。说姐姐编排你，她也算你的救命恩人，你怎么能恩将仇报？我一直以为你是高门贵女，没想到你也是为了一点虚名和位分，攀扯自己的姐妹之人，与他人抢夫君，岂是一个贵女所为？哼，原来如此，他们早已私相授得，私定了终身，所以这个赐婚父亲要给到养女，而太子不顾储君的颜面，公然要帮顾婉意说谎，可笑至极。皇上，既然如此，便应允了吧。我看太子也对顾大小姐情有独钟呢，皇上何必棒打鸳鸯呢？皇上没吭声，贵妃却喜闻乐见。反正太子是皇后之子，他要娶一个养女而放弃顾家嫡亲的女儿，他说什么也要将此事促成。请父皇成全，儿臣要娶婉意为太子妃。
那毁了名节之人，不配进我东宫，否则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我娶一个有污点的女子？日后的太子妃，须是婉意这个身家清白之人。不管此事是真是假，可就算是真的，顾二小姐也是受害者，不过是被扯破了衣袖，变成了有污点的女子，她何其无辜！皇兄不但没有为顾二姑娘说一句话，每句话里都是对她失了清白的不屑和嘲讽。我顾惊鸿身心清白，我不管有何人想污我名声，但是想以此逼死我，绝无可能。我从未被歹人掳走，可就算是，我也不会为此感到羞耻。那该死的人不是我，我顾惊鸿，喜欢谁给谁的爱都是轰轰烈烈，因为我足够好，而不是我嫁的那个人是有多好。不懂我的人，便不配做我的夫君。夫君，这是当年皇后娘娘赐给江家的玉佩，外祖父将它赠予我。虽然与太子的婚事只是口头之约，如今物是人非，惊鸿将玉佩归还。太子觅得心上人，臣女祝长姐和太子白头偕老，举案齐眉。当年赐了玉佩想拉拢江家的人是皇后，如今她的儿子登上太子之位，她却忘记了，没有江家，她的儿子还能不能坐稳储君之位？皇后突然后悔搭了太子娶顾婉意，一个养女有何前途可言？她身后只有一个什么也不是的顾家，有什么助力？本宫收回玉佩，许你一个心愿，你想好了便告诉本宫。妹妹，太子应允，我们大婚后会抬你入东宫做个侍妾，这样你也有个去处。毕竟你如今这样，怕是没有人会上门求娶。父皇，儿臣如今还未有正妃，儿臣觉得顾二小姐堪为名门闺秀，且胆识过人，特求父皇将顾二小姐赐婚于儿臣为正妃。安儿，你不介意顾二小姐的名声？哈，那样编派的名声能有什么用？儿臣觉得顾二姑娘很好。陛下，安儿大抵是遗传他外祖父的武人脾气，不在乎这莫须有的东西，直来直往。妾身也觉得顾二姑娘极好。苏贵妃的父亲是骠骑大将军，他出身将门，反正只要江家支持，不管支持他哪个儿子，皇上都高兴。我儿胸中秋祸，甚有担当，朕心甚慰。这门婚事朕允了，将顾二小姐赐婚于你。皇上不可啊！小女名声有误，怕配不上三皇子殿下。若是三皇子想娶，给个侍妾的位分也足够了。爹爹，在你眼里，是不是只有顾婉意才是你的女儿？从未见过一个父亲口咬着女儿名声一毁的事不放，自己亲生女儿的话不信，却偏信一个养女儿的话，怕是又是怕人说你偏心，你要避嫌。既然如此，女儿成全你的名声，以后你便只做他爹爹吧。皇后娘娘，臣女的心愿想好了，臣女要自请出顾家，自立门户，求皇后娘娘成全。逆女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我还活着呢，你想自立门户，绝无可能。父亲不许，你配为一个父亲吗？从顾婉意进顾家那一刻开始，你的心里便只有顾婉意。平时你偏心她，女儿无话可说，可是女子名节何其重要，父亲却为了让她做太子妃，不惜毁女儿名节来成全她。这样的父亲，我为何还要忍？明明是你自己毁了名节，怎么叫我毁了你的名节？婉意说得清清楚楚，他亲眼看着你被人掳走，最后还是太子救了你。顾婉意，你告诉我，我何日何时在静香的时候被掳，又何时被救回来？
就是上个月初8，我与你去进香，后来你被掳走，半夜才被太子的侍卫救回。我上个月初8，我与你去进香，你半路说头疼调转回府，我遇到了尚书府的小姐，在寺里帮她抄经，回来的晚了些。你只听说那日山路上有歹人出没，便胡乱套用在我身上，污我名节。皇后娘娘，只需派人去尚书府一问便知。我不知姐姐为何要书府一问便知，我不知姐姐为何要冤枉我，也不知太子为何帮姐姐说谎。只是我身正不怕影邪，却不能让你这样空口白牙污我。顾婉意，小敏，顾二小姐说的可是真的？父皇、母后，婉意也是没有办法。她一个养女，若是惊鸿不是名声有损，她如何能地态她嫁入东宫？她也只是想和儿臣在一起罢了，求父皇恕罪。太子殿下为了一己之私，居然不惜毁一个女子名节，实在让人不齿。顾青，上京人人皆说你做人公允，连对捡到的孤女都像嫡女一般看待，如今看来却不是。你明显偏爱养女，倒是对嫡女不公许多。女子清白，生死攸关，你都能听养女一面之词。哼，难怪顾二小姐心灰意冷。顾惊鸿，既然皇后允你一个愿望，你想自请出顾家，自立门户，朕与皇后允了。太子妃，其身要正，其心要仁。顾婉意的德性不配为正妃。太子，你若执意要娶她，只能为妾，便要叫天下人笑话，否则滚化清。逆女，你把你姐姐的亲事搅黄了，你是不是很得意？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一个东西？我搅黄了他的亲事？怎么，这门亲事不是原本是我的吗？父亲，你以为皇上要封顾家一个太子妃，是因为顾家的家门？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，皇上要的是江家的支持，和顾家没有任何关系。因为江家没有女儿，只有我是江家的外孙女，所以他们要的人是我，而不是顾家女。你以为嫁进东宫你便赢了吗？顾婉意，你的好日子在后面，只等着看皇后和太子失去江家的助力会有多恨你吧。你敢射击你的父亲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简直目无尊长！今日我定要好好惩戒你！外祖父，我的惊鸿受委屈了，别怕，你娘亲不在了，有外祖父和你舅舅给你撑腰，我看谁敢欺负你。父亲向来惧怕外祖父，当年若不是求娶到江家嫡女，他怎么会有资源和人脉平步青云？就算如今他是太傅，但是在外祖父面前仍是要陪着小心。岳父大人，哼，当不得你一声岳父大人。我女儿不在了，留下惊鸿一个女儿，却被人如此怠慢，哪里还把我这岳父放在眼里？如若我们不早到一步，这器物便要落到惊鸿身上了吧？这般惩戒器物，寻常人也难以承受，这藤鞭便是男子也受不住。你居然想打在惊鸿一个弱女子身上，
你这父亲的心可真是够狠的。你们不分是非黑白，只偏帮惊鸿，就是这样把他惯坏了。现在他目无尊长，也不尊重长姐，在陛下面前胡言乱语，害他长姐不能当太子妃。我便是严厉管教也是应该的。虽然她是江家的外孙女，但是也是我顾家的女儿，我要罚她。你江家还能说我的不是？什么是富岗？他可还知？什么是富岗？他可还知道？他几次三番顶撞我这个父亲，还要自立门户，我要用家法罚他，也是应当的。好一个顾大人，将威风耍到自己女儿头上来，我偏要看看我们在这儿，你敢动他试试？惊鸿，父亲今日要罚你，要你向长姐道歉，你可认？皇上已恩准我自请出顾家，自立门户。从今日起，我便随母亲姓江，和你顾家再无关系。你别以为有江家人在给你撑腰，我告诉你，你说自立分回，你敢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说自立分回，你敢吗？你今日出了这个大门，就不再是顾家人。你不向你长姐认错，从此我也不再认你这个女儿，你永远别回来！妈妈，父亲别气坏了身子，我不要他道歉。我知道我身份哪里配做他姐姐。妹妹，父亲身体不好，你别再惹父亲生气了，快和父亲赔个不是。你们别再因为我吵架了。如果父亲气坏了身子，女儿百死莫赎。如果能让家里和睦，女儿愿意离开，再也不回来。这是你家，谁敢让你走？你就是我顾城风的亲生女儿。皇上应允我自立门户，我今日便离开顾家。从此，我跟母亲姓江，我的名字叫江惊鸿。好，不愧是我江家的后人，走，跟外祖父回家去。我自请出顾家，自立门户的事儿一下传遍了，而顾婉意诬陷妹妹被皇后降为太子侍妾，也被权贵世家传得沸沸扬扬。一个养女，说是嫡女就失了？就是，还平白冤枉二小姐，她真好意思。顾大人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居然偏心养女，不帮自己女儿，他怕是疯了不成？而赐婚我与三皇子的圣旨很快下到了江家，婚期定在6月初8。巧的是，太子娶顾婉意定在我们婚期前一日，想必婉意还是想事事抢先我一步罢了。妹妹，父亲正说有话问你。母亲的嫁妆你全部抬走了，可是我如今记在母亲名下，父亲说了，那嫁妆也有我的一半，还请妹妹把嫁妆单子理一理，到时候抬一半回府才是，那也是我的嫁妆。顾婉意，顾家是穷的吃不上饭了吗？让你到我这儿来打秋风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养女要和我分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，你配吗？顾二小姐慎言，婉意性子弱，但是也是你的姐姐，你莫欺负她。谁都知道她记在你母亲名下，便是顾家嫡女，嫡母的嫁妆自然要由她先挑选，岂能你一个全占了的道理？没想到太子还这么有兴致，连女人的嫁妆这样的事都要插手。太子殿下，你一国储君，居然为一个侍妾出头抢嫁妆，不怕传出去让人笑话吗？而且我的王妃可是已自立了门户，和顾家再无任何瓜葛了。怎么，太子那日在大殿上是没听见吗？还是说
最近东宫缺银子，连女人的嫁妆都定计上了。笑死人！一个养女居然敢抢嫁妆，她是穷疯了吗？人家都自立门户了，顾大人可真是教女有方啊！叫人堵上门要嫁妆，这和讨饭有何区别？太子殿下也太不讲究了，太不讲究了！为一个侍妾出门抢三皇子妃的嫁妆，他怎么好意思？最近太子不得势，办砸了好几件差事，到处拿钱打点，手里紧缺银子。估计顾婉仪是想在他前面邀功，想拿你的嫁妆给他填坑，太子贪墨江南赈灾银子的事被人举报，皇上已经发现了，亏空10几万两雪花银，我看他到处找银子。他急了便会出错，三殿下注意着，必能抓到他把柄。在对付太子这件上，我和三皇府的立场绝对的一致。而赐婚后，贵妃也时不时叫我进宫说话。而这日出宫的时辰晚了一些，碰到了太子萧明，他在马车前拦住我。惊鸿，你为何要同意嫁给三弟？他不过贵妃之子，放在民间就是庶子，你怎么能嫁给他？你明明是与我有婚约的，父皇是要将你赐婚于我的。是吗？可是太子殿下，你也亲口说了，你喜欢的是顾婉意，要娶她为妻。不是的，我想清楚了，我喜欢的人是你，我可以和母后说，让父皇取消赐婚，重新帮我们赐婚，可好？太子殿下，你如今后悔了，可是来不及了，我马上就要与三殿下成亲了。太子殿下，还请慎言。毕竟女子的清白名节要紧，你若再这样纠缠，怕是惊鸿名声又要受损。父皇刚才正叫人传唤你，问江南赈灾的事。太子有空纠缠别人的未婚妻，不如想想如何应对父皇的斥责吧。太子变卖手底下的产业，还动用了皇后母家的力量，连皇后的私库都快掏空了，终于把10几万的亏空补上了，没有让言官弹劾，差点要上折子废太子。东宫一时间捉襟见肘。到了大婚那天，太子娶婉意的仪仗比一般富贵人家纳妾都不如，一顶小轿便将顾婉意抬走了。顾家本来大肆宣扬了一番，而一些想结交太子的权贵也到顾家恭贺，想着大摆宴席，到时候也可见见太子。谁知顾家大摆宴席，连太子的面也未见到，太子只让人抬了轿子来接亲，将顾婉意接上轿草草收了场。顾家的脸丢得人尽皆知，父亲原以为会成为太子的岳父大人，没想到太子压根没把顾家放在眼里，他的面子被狠狠地踩到了地上。偏偏第2日三皇子与我大婚，我从江家出嫁，外祖父和舅舅为我准备了丰厚的嫁妆，而三皇子当时下聘时的聘礼也全做了嫁妆抬去。贵妃得意洋洋，儿子娶了大将军王的外孙女，特意赏下许多赏赐给我添妆，还哄了皇上赐下玉如意，真正的十里红妆，隆重而热闹。顾婉意不顾才出嫁一日，跟着太子到了三皇子府，新房里都是贵夫人在凑去看新娘子，而顾婉意看着满屋的珠宝，妒忌地红了眼睛。到底只是侍妾，不好太过奢华，日后太子妃入府，不好越过她去。你只需要知道，孤心中的人是你便足矣。
景洪，今日真漂亮。我终是娶了你为太子妃，我说过我定会娶到你。我知楚军借酒发疯，让大臣弹劾觊觎弟媳，简直把朕的脸都丢光了。从今日起，太子禁足东宫3个月，无诏不得出。三皇子与我成亲后，皇上把一些差事交给他，他都办得极妥当，在朝臣中慢慢有了威望。加上外祖父的帮忙和打点，一时之间，萧安在朝中开始有了与太子并肩的趋势。太子被禁足，皇后急得不得了，开始在前朝给他物色太子妃。顾婉仪跟太子一起禁足，自然是不知道的。但是我收买了给东宫送吃食的小太监，在闲聊之际，把皇后选太子妃的事传到了顾婉仪的耳朵里。顾婉仪想必是要孤注一掷，若能怀上皇嗣，她大概觉得还能再拼一次，而萧安借着为皇兄解闷为由，给东宫送进去好些美人，顾婉仪连太子的边都碰不上。萧安的暗叹夜里探回来说，太子侍妾的屋里像是男人的声音。顾婉仪可真大胆啊，想狸猫换太子，但是她一旦有孕，就是他的死期。因为外祖父与太医正有旧交，据说在一次醉酒后，太医正说出了太子曾在3年前打猎时受过伤，伤了下身，虽能人道，但是却大概不能生养得了。此事在太医院不是秘密，为太子诊过脉的人都知道，但是谁敢说呢？他可是太子啊！在顾婉仪传出有孕的时候，帝后大喜，给太子解了禁足，流水一般的赏赐送到了东宫，顾婉仪被晋为良娣。可是很快京中传出太子已经绝嗣的流言，说太子早已受伤，不可能再有子嗣。怎么可能？我儿怎么可能绝嗣？我是太子，我是储君，你们这些庸医，若不治好姑，姑把你们全砍了！不能有孩子，你肚子里是谁的野种？说，孩子是谁的野种？我不能有孩子，你肚子里是谁的野种？说，孩子是谁的野种？等下人冲进去时，顾婉仪被太子活活掐死了。父亲听到顾婉仪被掐死，太子被废，我坐上了太子妃的消息后，又吐了几口血，昏迷不醒。据说时日无多了。我在他最后清醒时去看了他最后一次。父亲，你安心去吧，母亲的坟我已迁出，葬入了江家。你和你的女儿死后会葬在你们顾家。放心，顾婉仪私通外男，混淆皇室血脉，连全尸都没留。希望你在九泉下看到，还能认得出他来。啊，对了，忘记告诉你，我与夫君明日会去宗庙祭祀，我们明日便是真正的太子和太子妃。可惜啊，这份荣耀和你顾家没任何关系。